太让我失望了，比亚迪。这哪位拿划车的方式寄了一电话？我去，这尾翼全是碎的，这上面是怎么了？我天哪，各种掉漆，拉开车门，我去，走不太进内饰啊。三舅的车给物流回来了，走走走，咱看看多少公里了啊？什么惨状了？哇，这小味儿，162400，标准的三舅里程，1年8万。这车现在2年零2个月，换电池修车耽误了1个月，就基本上2年，16万2。啊，细节咱回去再说吧，太窜了。老师，要不发回车库吧，别开了。我靠，这10几公里你还发物流啊？太要命了。你开吧。哇，强忍着啊，把它开回车库了，实在太脏了。路上冲了一下外观，内饰没洗啊，谁也别给我跑，原味内饰啊，都得给我一块闻着啊。咱先看看外观，三舅开了162000公里的比亚迪宋 Pro DMi 怎么样了？原版原漆，人家居然没让车撞了，这前盖后盖都是原装的，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但是没有一块好地方了。前盖还行啊，就有一点小的坑，前杠就不说了啊，各种剐蹭。因为对他来说，停车是怎么停呢？就如果停车位不够长的话，就让我们先下去，然后就梆干到马路牙子上面一个轮，然后就凑合停住，就是这么停法。所以你看这杠尖全是撞坏了啊，这都不是不小心撞的啊，是就是我就是这么停。叶子板这儿有坑，前门各种被旁边车打的掉漆啊，这门边已经都花掉了，后门这儿一大坑。各种掉漆，后边也是，后半杠就不说了啊，各种各样的伤。我去，这尾翼全是碎的，拿胶粘着的。138-38，这哪位拿划车的方式寄了一电话？真行这啊，后杠这就不说了啊，所有的角全都是蹭的。这上面是怎么了？我天哪，从这儿到这儿被剐了，都锈了已经。门也是啊，全都磕的全是痕，大概就这么个情况。咱们现在拉开车门，我去，走不太进内饰啊，就在外边给大家说说吧。这个内饰呢，已经完全的油化，它方向盘已经彻底的包了浆了，只有这儿手抠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掉漆，基本上还是原来颜色。大家看这白内已经给熏的全是黄的，就是烟熏的。这个车的100公里行驶起来啊，消耗费用最高的是烟啊，不是油也不是电，是烟。所以说全都是烟灰，里边这儿也给当了烟灰缸了，是怎么了？这全是烟灰，就这么一情况啊。这个皮子结实程度还可以啊，除了外面一点点磨损，基本上没事儿，全是被熏黄的。座椅也没有塌陷，座椅被烟烫了个洞。哇，这大包围脚垫简直了，用掉了一层。我天哪，他为了装一手机支架，把空调出风口直接干废了。其他的没什么毛病啊，咱看看能耗吧。我还是坐上来吧。哎呦，大家看我多不容易顶着这味儿啊！你们要能闻见，这节目就更有意思了。可惜现在节目无法传播味道。平均能耗，电是5.9，油3.3，162500多公里的这个能耗还是非常低的。因为这车基本上是跑长途嘛，对这个 DMi 车来说，跑长途费，跑市区反而更省，是吧？那这车一共用了5392.5升油，12421.9度电，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数据啊，10多万公里的，这是 DMi 最真实的能耗，这我们也做不了假，是吧？我去，这我还是下来吧。这辆车呢是2022年9月份上路的，现在是2024年10月份，就正好2年的时间，跑了16万多公里。三舅用车呢，一般用3年，就是20多万公里他就换下来，因为他觉得20多万公里以后的车呀，虽然发动机、变速箱可能没问题，但是前面各种皮带轮啊、水泵啊、发电机啊，所有转的东西可能寿命就不保了，因为所有的车都是保15万公里吧，就会坏在外边，他担心耽误事儿。所以基本上这公里数就要换车。其实这个车倒还好一点，因为 DMi 这车它的轮系比燃油车少，很多东西都变成电子的了，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容易磨损啊。有朋友该说你原本人气有什么用？现在底盘肯定已经烂了。咱们现在去厂里去白星汽车，咱们看看悬架底盘底下什么样。现在所有护板都已经拆下来了，咱们看这个比亚迪宋 Pro DMi 16万多公里，底盘什么状态啊？发动机还是比较干爽的，连油气都没有，没有出现任何渗漏的情况。看底盘，这个小支臂的胶套、半轴的胶套都没什么问题，包括排气的吊耳这橡胶件，
当然年头比较近啊，2年多的车的确不应该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咱公里数大，而且造得狠。哎呦，这还夹着东西呢，嘿，什么玩意儿这是？筷子，这个套，这儿有好东西，这一糖纸，啪。这车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就是它的轮胎其实是还没换的，这是比较奇迹的。因为三舅用车基本上之前英菲尼迪的话，8到10万公里胎就没纹了，这个胎只有两边的纹略微淡了一点，还是原来的胎。这车没做过4轮定位，证明它这个定位还是挺准的。这套悬架的这个精准程度还可以，没有因为跑来跑去就变。这条胎换过了，从轮毂的外伤可以看出来，这条胎经历了很强的碰撞，它应该是撞爆了。轮毂掉了一块，胎换过，但是整个悬架都没有受到什么伤，这悬架坚固程度还可以，这轮毂都不圆了，造得够狠的。这回这车哈，这都是托底的痕迹。后悬架这里面的胶套没有看到裂纹，包括这个小支臂的胶套，所以说虽然它这3连杆悬架卖相不那么好看哈，但是实际上坚固程度还可以，胎还是原厂的，胎纹还非常清晰，没有任何偏磨。有这一大钉子，哇，大家看这儿这么多泥。咱从这上边这泥水的痕迹就能看出来，当时涉水有多惨烈，所有这些线路，所有东西都泡在水里头。我天哪，一般车这儿很少有这么脏的。底盘的情况就是这样，这车三舅这回造的是够狠，而且现在大家看到的状况呢，还是修过之后的啊，因为这车遭遇过一次事故，就是在8月22号的时候，东莞下大雨，当时我也在现场，他开车接我。结果我们路过了涉水的路段，浅的地儿30-40厘米吧，深的就快半米。当时过了之后车也没什么事儿，但是到傍晚再一上车，所有的屏幕显示所有的东西都受限了。然后我们重启了一遍车，凑合能开了，开到了4S店，然后经过了检测，是电池进水导致的。这电池怎么进的水？是电池上面有一个透气的一个小塞儿，这个塞儿是当时新电池的时候跟抽真空的设备连接的这么一个塞儿。然后它脱落的原因是托底，当时那一侧的护板都已经有一大口子，都脱烂了，所以说是等于是外力导致的那个透气塞脱落，然后导致了进水，然后这个电池就由车损险索赔了。这电池多少钱呢？动力电池包总成是32420，蓄电池正极限速240，冷媒35一个，换了仨105，更换动力电池包的基本工时费是1235。等于一共修了这么多钱，是车损险支付的。原因是电池之前碰撞造成了那个塞儿的损坏造成的，所以就是这么一情况。比较遗憾，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测16万多公里的 DMI 电池到底还剩多少续航里程了，这对我来说是一最大的损失。咱现在开一圈三舅这16万2500多公里的比亚迪宋 Pro DMI 啊。味道实在太冲，所以我只能开着窗户开，稍微有点风噪，大家忍一下啊，忍一下。公里数大的车，咱们是首先跑不跑偏啊？我松手试试，略微有一点向右跑偏，但这车16万多公里没有做过定位，我觉得已经相当不错了，不明显。胎噪略微有点大了，毕竟这轮胎16万多公里没换过，动力没有任何问题，依然不肉，依然是那宋 Pro 啊。这车呢运过来之后是没有电的，亏电的，17公里的续航里程。所以现在是 HEV 状态，是发动机着车的状态。我把窗户关上吧，大家听听发动机的声音怎么样啊？咱这车呢，平时大概2万公里一换机油，并不是1万公里，因为它开太多了，换太勤，2万公里一换，非常安静啊。我给一脚大油，我怎么觉得比新车还安静呢？这磨出来了吗？就不太能感觉到着车的声音，所以机器状态还可以。开起来悬架，当然这儿也不怎么颠啊。刚才在车库门口呢颠了几下，我觉得也还可以，没有任何的异响啊，叽啦嘎啦的声音都没有，还挺弹的。所以说16万多公里对这个车来说问题不大啊，没有太大的显著的驾驶体验的感受，稍微有一点向右跑偏而已。不得不承认啊，这16万多公里开下来，这个混动车省不少钱。为什么呢？没变速箱，它不用换变速箱油，它的发动机工况也相对比较简单，极少的直驱，大部分是发电，所以它也不用洗积碳啊，乱七八糟都没有，所以它比开一个燃油车真的省不少钱。要不然16万公里一个自动挡车最少要换3次变速箱油，这3次变速箱油就好几千块钱啊，这个车全省了。说实话啊，这车有点让我失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三舅这种像吃一样的消耗车的行为，我觉得
国产车嘛，比亚迪肯定是隔三差五的会出点问题，流量会比较好，大家也都期待着看。结果呢，为什么我一直没拍节目呢？就是它一直不出问题，我一直逮不着话题。你每次都挺好，有什么劲呢？是不是？我也想等着它坏2回，结果至今也没怎么坏啊。除了我们淹水换电池，其他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太让我失望了，比亚迪。哎，这错过了1个亿的流量，这车让我。可以说，过去的这2年16万多公里，这车经受住了三舅的吃车考验，基本上没有质量问题，除了一些外观的伤和车损泡水换电池以外，基本上没坏，让我有点失望啊，没换着流量。但是呢，确实车是挺可靠的，我挺意外的。这16万多公里基本上已经覆盖了我们家用车的全寿命周期了，所以想买个家里代步车的朋友，我觉得这车可以考虑啊。如果按这个车的质量的话，您用这几年基本上不会坏。但是有个问题，现在这车喜欢您也来不了了，为什么呢？换代了，这买不着了啊。今儿我借了一新款的来，咱们看看有什么变化。最大的变化是它用了比亚迪的第5代 DM 技术，有什么区别呢？首先，它用了全新的电池，这是新一代的插混专用的刀片电池，它的能量密度比原来提升了15.9%，也就是说，同样电的情况下，它比原来更轻了。这一切改变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它的官方亏电油耗降到了3.79升，满油满电的官方续航里程1400公里，纯电续航里程115公里。这车的整个前脸也重新设计了，它是比亚迪全新的一套家族面孔。它把送的这一条装饰条做得很宽，弱化了原来那个进气格栅那个大嘴的概念。大家看那大嘴没了，再变成一个宽宽的格栅，直接配前保险杠，显得更简洁、更年轻、更时尚，同时更新能源化一点。这个大灯也是全新设计的，叫龙眸璀璨大灯，比原来更犀利、更长，解锁的一刻可以有迎宾的效果。咱们来看侧面的变化啊，首先轮毂变大了，换了一个新款的，更有张力，19寸了这回。然后同时呢，侧面的这个龙须的设计依然是有的，一直飘到后面，中间的亮条取消了，更国际化一点，是吧？最大的变化在这儿。就原来是一个小窗户，一个大银色的装饰条，现在把车窗整个往后延伸，啊，把装饰条做小，同时上面还做了一块黑色装饰，把它打散，这样整个车就看着没原来那么堵，就显得更精致一点，更时尚一点。车尾的变化是把车牌子挪到了下面，更简洁平整。同时 Builder Dream 变成了 BYD 大车标，这个车标现在全世界都在用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辆黑色的比亚迪 BYD 大车标停这儿，特别像我们在国外看到的比亚迪的感觉？再来看车内饰啊，整个重新装修了一遍，跟原来完全不一样。首先最大的变化是前面仪表台这儿，原来是一个单独的小屏嘛，现在它集成到了一起，做了一个完全对称的设计，这正符合中式对称美学，同时呢也更国际化，因为我们知道比亚迪现在营销全球，对吧？这个改右舵非常容易，两边的模具都是一样的。屏幕增大到了8.8寸，它增加了一个31色的氛围灯，环绕车一圈，而且是这种见光不见灯的设计。同时呢，整个中控台也重新设计了，原来是这儿放一点东西嘛，然后这儿是一个大的按钮区，现在把它让给了手机，50瓦的带风冷的无线充电给您安排上了，把挡把往后撤，全新的挡把设计是一个水晶面的，里面有点机甲风，他们管这叫 BYD Heart 啊，同时必要的实体件集成到这儿。最大的优点是往后撤了之后非常容易用啊，非常趁手，不像原来还得够一下。同时我驾驶中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变化，就是它的两边的这个扶手箱啊，包括门上的这个把手全都升高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开车的时候可以非常舒服的枕着双手开。像三舅这种天天跑长途的，就更不容易疲劳啊，能枕着手更舒服。同时大家看到颜色也是全新的，这个叫琥珀棕，据说是复刻了宋代的茶艺的那种颜色。座椅也比原来更厚实了，大沙发一样，支撑更好了。咱们看看后排空间怎么样？这车的后座也比原来厚重了很多，非常的软，大家看，大沙发一样，完全能担住腿。同时空间1拳、2拳、3拳，并没有因为座椅变厚重而减小啊，3拳也足够宽敞。同时它的充放电系统也得到了优化，它现在充电快充功率18千瓦，30%到80%充34分钟，也就是三舅在服务区歇会儿啊，上个厕所啊什么，基本就能充上电了。同时它的外放电啊，比亚迪有 VOTL 外放电系统，外放电的功率增加到3.3千瓦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露个营啊，用个电呀，弄个电烤炉啊，弄个投影机啊，基本上都带得动。同时呢，第2代宋 Pro DMi 提供了原装的车载 ETC 系统和 NFC 的手机车钥匙，苹果、安卓都支持啊，600多种电子设备都可以支持。
这是最后给大家介绍的第2代的宋 Pro DMI。哎呀，比三舅那个便宜了2、3万，还强大了这么多。我觉得想买这种11到14万的车的朋友，可以严重考虑一下。感谢大家收看这集的白话 EV，咱们下期再见。